攻略女主失败后，系统给了我一次自救的机会，只需要当掉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就能回到原世界。我没有犹豫的选择当了自己的生育能力，带着系统奖励的2个亿回到现实世界。1年后，我成了京城有名的富豪，每天在会所挥霍泼天的富贵。可这时系统却找上我说道：“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女主吗？”我好奇地问道：“她终于死了？”系统：“不，你走后没多久她就疯了，正在满世界疯狂找你。没事，她把那个世界翻个遍也找不到我的。”我无所谓的摆摆手，端起酒杯，旁边识趣的美女服务员立马上前帮我倒上酒。这1年，我性情大变，从过去的乖乖男变成如今的渣男，每日奢靡享乐，只求荣华富贵，不求一丝真情。玻璃窗上倒映出我的脸，不再温柔和愚蠢，但看上去依旧年轻帅气。没有女人要伺候的日子就是老得慢。系统诡异的沉默了，所以你不会要告诉我，他也要来这个世界吧？我拿着酒杯的手抖了抖。为了那个世界的稳定，我们必须安抚女主的情绪。但你放心，我只给了她1个月的时间。系统安慰道：“她什么时候来？”我连忙掏出手机看最近的机票，要不出去躲一段时间吧。半个小时后，在等着白宁冰来的半个小时，我短暂回忆了下和白宁冰相识的所有经历。我是在白宁冰失忆时出现的，当时他正在被人追杀，滚落悬崖，命悬一线时遇到了我。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了他3个月，2人感情也慢慢升温，就差临门一脚的时候，白宁冰恢复了记忆。原来她是京城白家的唯一女继承人，一切就是如此的狗血且有序。也不知道这系统的品味怎么这么差。可白宁冰还是带我回了家，尽管找回记忆后，他对我冷漠了很多，可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，还是被我的真诚和爱慢慢打动。就在我俩准备订婚的时候，我才知道白宁冰竟然还有一个白月光10号。他一出现，白宁冰就放下一切弃我而去，任由我面对所有人的嘲笑和奚落。在3人的拉扯中，我变得精疲力竭。10号的挑衅，白宁冰的沉默，无数次的误会和解除误会，我选择主动结束任务，退出这段关系。主动结束任务也算任务失败。宿主，你想清楚了吗？系统反复的和我确认，如果我手上有个按钮可以让我们3个一起毁灭，我一定毫不犹豫的按下去。可我没有，我只能让自己消失。我平静的说道：“我知道白宁冰开始慢慢对10号不耐烦了，他的无理取闹会让这段感情慢慢走向灭亡。明明只要我再坚持一下就可以了，可我还是觉得累，比当初热脸贴白宁冰冷屁股时还要累。好吧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”系统妥协，我尽量给你争取一个机会。后来，系统不知道从哪找到了一条隐藏的规则，只要我选择一样珍贵的东西进行典当，就可以换取回到原世界的机会。我看着白宁冰的检测报告，那是我们快要成型的胎儿，却因为10号的陷害，彻底失去了来到这个世界的机会。这也让白宁冰第一次对10号感到失望。明明未来会变好的，可我不想等了。方圆，一道女声打断我的回忆。我抬头，是白宁冰，她真的来了，还是熟悉的样貌，但眉宇间多了一丝偏执的风感。但好像这才是白宁冰真实的样子，一个在仇家追杀下选择跳崖求生的豪门女继承人，怎么会是那个失去了记忆却温柔体贴的女人呢？别叫我方圆，我平静地回答。方圆，你别这样，我错了，我已经和10号彻底断绝了关系，我把他送出国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，再也没有人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白宁冰耳朵像聋了一样，依旧沉浸在自己的激动情绪之中。送出国了？你竟然舍得？我有点吃惊，看来系统真的没骗我，白宁冰好像真的疯了。那可是他心尖上的人，害死了他的孩子都能被原谅的人，竟然会被他彻底送出国。10号这个疯子，他害了你还不够，就因为爷爷不想让他进门，他就偷偷在爷爷的汤药里下毒。这种人我早该看清他的真面目的。白宁冰眼神里是掩藏不住的恨意和痛苦。原来在我走后还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我说白宁冰怎么会突然疯了？不仅朱砂痣跑了，白月光还成了法制卡，这搁谁身上都得疯。方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你明明还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不然你不会为我求来这个白棉剑，从怀里掏出一个玉坠，小心翼翼地捧到我面前，像是献宝一样。这是我送给白宁冰26岁的生日礼物，是我当年在宁安寺求了1个月的平安符，寓意是保佑白宁冰未来一切平安，不会再有性命之忧。可惜直到我离开也没送出去，一直放在我原来房间的小木盒里。没想到白宁冰找到了，我端详着玉坠，眼神有一瞬间的触动。就这么一小块假玉，当初竟然骗走我好几万，喵的，恋爱脑的钱果然好赚。方圆，你想起来了是不是？白宁冰抓着我的肩膀，比我想象的还要激动。想你个头！我又没失忆，我实在没忍住吐槽。女主的精神状态实在让我堪忧，要不给她安排个精神病院住几天吧？我和系统商量，我不要住精神病院，我要跟你回家。白宁冰突然说道，她竟然听得到我的心声。我愣在原地。宿主是这样的，为了防止她做出出格的举动，我必须时刻监视她，所以咱们3说话是共享的。哈，系统尴尬的笑了笑。OK fine。百般无奈之下，我只能把白宁冰带回了我的豪宅。我特意选了其中最豪华的一套，就是想给白宁冰一个下马威。我已经财富自由了，再拿豪门那套对我已经不管用了。刚进门，我精心挑选的身材火辣、面容姣好的女管家立马迎了上来。主人，今天有客人。她看了眼我身后的白宁冰，礼貌问道。我疲惫地点点头。女管家立马识趣接过我的大衣，然后蹲下替我换鞋。我的手顺势撑在她纤细的肩膀上。等我完成所有流程准备进门的时候，却看到白宁冰依旧站在门口，脸色低沉。客气啥？进来吧，别当自己家就行。我好心提醒道。说完我就不管白宁冰了，快速冲到我最近购置的超级大沙发上，打开手机开始玩游戏。我旗下的公司最近新开发了一款乙游，我还没试玩过，听说这次的人物建模更逼真了，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。每个女主都是我喜欢的类型，但我最喜欢的还是小野猫那款，因为她长得像柳如烟。白宁冰从
进门就一言不发，安安静静地坐在我旁边看我玩游戏，直到女管家过来提醒用餐，我才从二次元美女的曲线上转移注意力。我这几天健身不吃饭，给客人做点就行。我看了眼菜单，摆摆手，方圆，我想吃你做的菜。白宁冰突然出声，我疑惑抬头，这女人还真把自己当个客人啊，别得寸进尺啊！你见过富豪亲自做饭的吗？可今天是我生日，以前你都会给我煮碗长寿面的。白宁冰声音透露着些许委屈和难过，就像被主人抛弃的宠物一样。我看了眼日历，还真是，以前我会把她的生日专门记录在手机里，就是怕自己记性不好忘记。可现在我只记得自己的生日，见我是真的不记得了。白宁冰从期待变为失落，眼神里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绝望感。你等着我，叹了口气，要不是怕这人彻底黑化了，我才懒得搭理他。长时间不做饭，我的手生得很快。以前白宁冰生日我都准备一大桌子菜，最后才端上一碗长寿面。现在让我下碗面，我都得看会视频现学。半个小时后，我端着一碗番茄鸡蛋面走了出来，汤上还有飘着一片鸡蛋壳，虽然卖相一般，但味道更是一言难尽。吃吧，谁能吃得过你？我没好气地说道。方圆，谢谢你，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个生日。白宁冰笑得很开心，仿佛这辈子没吃过番茄鸡蛋面一样。那当然，有身价上亿的富豪亲自给你做饭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我对着面条精心拍了一张照片，然后发给柳如烟。方圆，你还记得我去年生日吗？你也是给我煮了一碗面，还做了很多我喜欢吃的菜，和爷爷一起陪我庆祝生日。白宁冰丝毫没有注意我的小动作，一边呼噜吃着面条，一边开始追忆往昔。当然记得。我放下手机，白宁冰的眼神顿时亮了，眼巴巴地看着我。那是我陪白宁冰回到白家后过的最难过的一个生日。那天我和爷爷从下午准备到晚上，筹备了好几个小时，就是为了给你庆祝26岁的生日。我还专门为了求了平安符当做生日礼物。可你回来还没2分钟，就接了一通电话，急着要出门，连蜡烛都没来得及吹。我从未见过你那般焦急。你走后，我端着生日蛋糕呆愣了很久才回过神来。我骗爷爷说公司有紧急的事需要你去处理，可我比谁都清楚你是去找了10号。我的语气很平静，慢慢把这个故事补充完成。白宁冰，你现在可以轻描淡写的告诉我，你和10号断了联系，可过去的这些事你也可以当作不存在吗？你对我的伤害也可以随着10号的消失一笔勾销吗？白宁冰的眼神彻底暗了下去，卑微的祈求，方圆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可以慢慢补偿你的，只要你给我一个机会。机会？鸭子飞了知道追了，车撞树上知道拐了，认错了我就必须原谅你。我冷笑，你只有1个月的时间，希望这段时间咱们彼此都体面一点。说完我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似乎是昨晚的刺激，白宁冰看上去清醒了一点，从追夫火葬场的疯批女主变成百依百顺体贴小狗。看来我昨晚的话他听懂了，最后的时间给彼此留个好印象，好聚好散。回到原世界后，我拿着2亿的初始资金投资了很多项目。之前跟在白宁冰身后这么多年，我也多多少学点了东西。最近我准备开一家娱乐公司，我的终极梦想是老了以后可以有一群美女围着我拍短视频，做老爷子圈最靓的仔。柳如烟是我最近看上的小鲜花，脸蛋天才，最重要的还是妈生5官，一看就是能火的长相。为了勾搭她，我每天雷打不动的和她聊天。昨天发完番茄鸡蛋的照片后，柳如烟立马回了我，看上去就好吃，哥哥手艺真好，真希望我也可以吃到哥哥亲手做的美食，夸得我心都要化了。于是我第2天立马采购了一堆食材，亲手准备了便当给他送到了片场。白宁冰虽然看上去不太高兴，但也没说什么，只是非要和我一起去。到片场后，柳如烟正在拍摄一组广告，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感觉天气都变好了。只是他的经纪人贺强脸色不太好，他是我挖走柳如烟的最大阻碍。说真的，我看到他就有些犯怵，这人长得和10号有3分像，不止长相，连脾气也是。看到我给柳如烟送饭，他立马拦在我面前，把饭盒抢走。等等，我先检查一下。经纪人对艺人管得严我可以理解，就任由他拿走了。一回头，白宁冰看着贺强的背影，竟然愣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，应该是又想起那个出国的白月光了。怎么样，和10号长得像吧？我打趣道，要不要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？方圆，对不起，我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你放心，我早就和10号断干净了，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。白宁冰连忙和我解释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自证清白。少来，我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喜不喜欢10号我也不在乎。我打断他的话。方圆，白宁冰还想解释什么，却被柳如烟打断了。柳如烟刚结束一组拍摄，还做着妆造，整个人就像漫画里走出来的人一样。哥哥，他朝我跑过来时眼睛很亮，像有碎钻洒在里面。当初白宁冰没恢复记忆前也是这样的，眼睛里只装得下我一个人，好像我就是他的天地。可后来就变了，他眼里的人变成了10号，只要有10号在，我就成了空气。还好，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白宁冰，还有很多人。如烟，我给你送便当来了，你快尝尝。我旁若无人的拿过便当递给他。哥哥为我。柳如烟笑得一脸狡黠，那你得来我的公司，我交换条件。夹起一片藕片递给他。好。柳如烟立马凑了过来，白宁冰的脸色很不好看，虽然他有意收起自己的脾气，但还是别扭的把头转了过去。哥哥，那是你的女朋友吗？长得挺漂亮，怎么看上去这么凶？她和哥哥在一起不会欺负哥哥吧？柳如烟故意凑到我耳边说道。娱乐圈的明星最会察言观色，柳如烟更是双商在线，她能说出这种话，看来是真的看白宁冰不爽了。不是，我摇摇头。柳如烟还想说点什么，脸色却变得苍白，脸上冒出细密的虚汗，无力的靠在我身上。你给他吃了什么？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贺强就冲了出来，肯定你做的饭有问题。柳如烟下午还有活动，你就是诚心要害他毁约，用这种龌龊手段挖人，
你真是歹毒！贺强的话咄咄逼人。闭嘴！先把人送去医院，有什么事我担着。白宁冰，你去开车。我冷声道。谁知道你们路上还会动什么手脚？柳如烟不能跟你们走。贺强还是不饶人，拿出手机开始叫人。记者要是真的到场，事态就不可控了。柳如烟的粉丝量很大，后面的公关不好做。贺强这人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就玩这套，还真有几分10号那个颠公的样子。真相是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要是再敢拦我就报警了。真查出了什么就怕你担不起。赶紧给我滚！我还没做出反应，白宁冰就挡在了我面前，眼神带着极强的压迫感。贺强的电话还没拨出就被他挂断。我们用最快速度将柳如烟送去了医院。白宁冰出奇的冷静，他一面帮我报警留存证据，一面熟练的联系公司做好紧急公关。而我只是呆愣的坐在病房前，看着白宁冰一言不发。方圆，你是不是害怕？都怪我没保护好你。你放心，下次这种事不会再出现了。白宁冰挂断电话走过来，轻轻搂住我，手在我背上慢慢拍着。此刻我和白宁冰就像医院里最普通的一对夫妻，互相安慰，互相取暖。这明明是我曾经最渴求的东西，如今轻而易举就得到了，心里却不是滋味。白宁冰，你怎么知道是贺强下的毒？为什么不是我？我推开白宁冰，轻声问他。我相信你。白宁冰看着我，满眼深情。给我一个别的理由。我讨厌这套说辞。我好歹也是白家的女继承人，家族之间的争斗可不是小打小闹，这点小手段看不出来怎么行？白宁冰轻笑。贺强这招虽然蠢，但一旦处理不及时，消息泄露出去麻烦也不小。毕竟柳如烟也算个有点热度的明星。方圆，我帮你把她牵过来好不好？你以后就别和她见面了。白宁冰蹲在我面前，温柔地和我商量。对啊，这么低劣的手段你怎么会看不出呢？我没有理会他的话，自顾自地喃喃道。可10号当初不也是用这么低劣的手段陷害我吗？我眼眶慢慢红了。所以你明明什么都知道，还是任由他嫁祸我？你什么都知道。10号第一次证明自己在白宁冰心里的地位，就是给自己下毒，然后嫁祸给我。那时我和白宁冰刚订婚，我和10号更是无冤无仇，根本没理由这么做。可白宁冰还是相信了，我和他的第一道裂痕就此产生。事后10号告诉我，不管他做什么，白宁冰都会无条件相信他，因为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远比我和他要深。所以相信有什么用呢？只要选择相信，就可以无视真相，可以随便污人清白。方圆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再也不会怀疑你了。白宁冰脸色苍白，着急的想要拉住我的手，却被我甩开。真相最终被查明，贺强事先给柳如烟的水里下了少量的药，看上去反应很大，但并不致命，最后喜提3年牢饭。柳如烟的事情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，我如愿以偿的签下了她。我瞬间从富豪变成了忙碌的富豪，每天一睁眼就去公司，夜深了才回来，以此避开和白宁冰的碰面。我本以为回到原世界就可以忘掉白宁冰，忘掉所有的不开心，现在发现我忘不掉，我只能远离她。宿主，你要不再给女主一次机会吧？她马上就要回去了，希望可以和你过最后一个七夕节。最后系统看不下去了，出来劝我和白宁冰再见一面。我头也没抬，对此并不感兴趣。宿主，你以前不是最期待过七夕吗？女主终于开了窍，系统明显比我要兴奋。我骨子里是一个很传统的人，比起情人节，我更喜欢七夕这个节日。明月、鹊桥，一切都带着古典的浪漫。可七夕不是2个相爱的人过的节日吗？我浅浅的笑了，我现在只爱我自己。七夕节这天是白宁冰留在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天，出于人道主义关怀，我还是在百忙之中抽空回了趟家，亲自送她上路。从公司回来的路上，街上灯火通明，年轻的男女不绝如缕，空气中飘散着玫瑰花的香味。手机上已有女主正隔着一根网线祝我节日快乐。柳如烟正在开直播，陪所有粉丝一起过七夕。我也要在今天和白宁冰告别了，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。回到家，白宁冰来开的门，她身上还穿着围裙，脸上沾着面粉，和平时的精英模样反差很大。方圆回来了，看到我，他笑得很开心。快进来，我做了蛋糕，马上烤好。白宁冰一边说着一边帮我脱下外套，然后学着女管家的模样帮我换鞋，被我拒绝了。白大小姐亲自帮我脱鞋，深感荣幸，但还是不必了，省得她想占我便宜。不要这么叫我，方圆。白宁冰蹲在地上，用上木线看我，眼神里有一丝委屈。好的，白总。前些天我随手扔在家里的各种快递已经被白宁冰收拾得整整齐齐，餐桌上摆着我最喜欢的芍药，厨房里传来蛋糕的香气，相较于平时显得格外温馨。这让我想起了和白宁冰过的第一个七夕，距离她从崖上摔下来刚好1个月。白宁冰当时伤势刚好，为了给我准备惊喜，她拄着拐手忙脚乱的在厨房一顿忙活，最后蛋糕没端出来，人也摔了个大马趴。我蹲在地上和她一起笑作一团。尽管当时的白宁冰一无所有，至少心是真的，蛋糕也是给我一个人的。方圆，你尝尝，我好久没做了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白宁冰端着刚烤好的蛋糕递给我，我只好勉为其难的尝一口。白宁冰一脸期待，确实很难吃。白宁冰又受伤了，对不起，我本来想让你高兴一点的。谢谢，我今天挺高兴的。虽然白宁冰回来后为了讨好我踩了不少雷，但今天至少方向是对的。我和他的所有美好回忆只有那3个月，只有在回忆起那段时间，我才会有一丝心软。白宁冰安排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一起赏月，但因为天气太热被我取消了，改为在空调房里看电子月亮。我们出狱那晚月亮就是这么圆，我以为自己死定了，可没想到遇到了你，你救了我，还不辞辛苦的照顾我。如果我没有找回记忆，是不是我们还会像从前一样幸福？
白宁冰一个人对着显示屏絮絮叨叨。果然，年纪大了的人就是喜欢说从前的事。可我还是什么都记起来了。我想起了爷爷，也想起了10号。后来10号做了很多错事，可只要他一认错，我就心软。可能是年少的记忆太深，我总觉得亏欠他。可我忘了，你才是被我伤得最深、亏欠最多的人。可等我悔悟的时候，你已经走了，你已经不爱我了。方圆，白宁冰的眼泪一滴滴落在我新买的羊毛地毯上，声音哽咽。你错了，白宁冰，我选择离开不是因为我不爱你，而是我发现你并不爱我。我站在窗前，平静地看着外面的夜色，心里顿顿的疼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疼那块地毯，意识到白宁冰不爱我是在决定娶她之后。起初我以为只要娶了白宁冰，任务就算完成，所以我不厌其烦地解释，拆穿10号的谎言，逼他露出真面目。于是，在10号害我们失去孩子的那天，爷爷终于忍无可忍，宣布等我身体一恢复，就和白宁冰去领证，彻底断了10号想嫁过来的梦。我也以为任务终于要完成了，可没有，白宁冰没有报警把他抓起来，只是和他断绝了关系，发誓以后绝不往来。他甚至为了10号求我，他说我们以后还会有孩子的，以后我们好好生活，他会尽全力补偿我。白宁冰，其实你从一开始就知道10号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和他青梅竹马，你比谁都更了解他，只是你爱他，你爱他的一切，他的狡诈阴险，他的虚荣堕落，你通通接受。你爱的是完完整整的10号这个人。你喜欢我是因为我救了你，因为我善良，我可以无数次原谅你。在他拉着你坠入泥潭时，我给了你一根绳子，你抓住绳子拼了命的往上爬，可仍然不愿看他在泥潭里受苦。可他不会变好的，白家宁愿让我一个什么背景都没有的普通人嫁进去，也不要10号，是因为你们都清楚10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拯救不了他，也死死拽着我不放，我们3就这样互相纠缠。可我累了，我的孩子凭什么要为你们的爱情买单？我也是人，我也会厌倦的。我将白宁冰不愿说出口的真相一点一点揭开，承认一个女人不爱自己很难，可我现在接受了。你现在来找我又算什么呢？你终于放弃了10号，你终于发现他无药可救，所以你来找我求复合。我是你的备胎吗？我笑了，捧腹大笑，笑的眼泪都出来了。白宁冰茫然又手足无措地站着呢，想给我擦脸泪，却再次被我拒绝。他对10号的感情太深，深到他已经分不清这是爱，他以为是年少的友情，是亏欠，可这就是爱。只有爱这么无私，又这么自私。话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开始下逐客令。方圆，白宁冰还想说什么，却被系统拦住了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该走了，不然赶不上末班车了。系统苦口婆心的劝道：作为成年人，你能不能成熟点？别天天整个世界发疯，一哭二闹三上吊的。有这精力，不如去奥运会拿块金牌。等等，我还有一句话。白宁冰恳求。行吧。白宁冰从怀里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递给我，这是爷爷让我给你的。他说本来想等婚礼那天再给你。我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只满色黄翡手镯，是白家的传家宝，比我送给白宁冰的那个贾玉真多了。爷爷一直劝我别来打扰你，但我还是没听他的话。出发前，他让我把这只镯子带给你，说不管你愿不愿意回来，他都拿你当孙女婿。白宁冰的爷爷对我很好，虽然让我娶白宁冰有他的私心，但也是真心把我当孙子带的。要不是系统不允许，我真想把他带走。我盯着手镯看了良久，系统忍不住提醒我，这可能是苦肉计，宿主你别上当了。在白宁冰希冀的眼神中，我把手镯戴上了，确实很漂亮，但很快又摘了下来，还给白宁冰。爷爷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是你们白家的传家宝，留给你将来明媒正娶的男人吧。方圆，除了你，我这辈子不会再爱上别人了，也不会再嫁人了。白宁冰惨笑。打住，少在这给我立深情人设，我还要娶妻呢。拿着你们白家的传家宝算怎么回事？我拒绝。过去的一切随着白宁冰的消失彻底结束，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一阵轻松。柳如烟结束直播后约我一起吃宵夜，还说有惊喜要给我。年轻的女孩果然更懂浪漫。宿主，你说她真的意识到自己错在哪了吗？系统突然问我。她一没意识到不要紧，重要的是我从中吸取了教训，那就是不要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浪费时间，及时止损。那你觉得白宁冰和10号的结局会怎么样？系统继续问。白山一改，本性难移。白宁冰不是圣母，感化不了10号。我衷心祝愿他们一起发烂发丑。我双手合十，但我觉得白宁冰最后应该是真的爱上你了。他就算回去也不会和10号复合了。系统接着说。这么说你心情会好点吗？不会，但如果再多给我1个亿，或许可以。我见嘻嘻的笑了。财迷。在我准备出门约会之际，系统最后一次叫住我。对了，白宁冰还有样东西让我送给你，说是给你的7夕节礼物。任务至此彻底结束，系统也快要消失了。我疑惑，这姐们又在整什么死出？是你用来典当的东西，她把自己的换给了我，我现在可以把你的还你了。系统开心的说道。现在你会开心点吗？这倒让我有点吃惊，但我其实也不是那么需要了。算了，替我谢谢他，有些东西可以不用，但不能没有。好的，系统1828号结束服务，祝你7夕快乐，前程似锦，幸福美满。